18块的 VIP 票到底有没有值得？扣掉我觉得是非常值得的，不然你跟着人挤人，我觉得那个心情很好。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不懂再问，我是比尔。今天来到的地方就是我们此生少数有机会去到的邦交国梵蒂冈。有没有像晋级巨人的城墙？好，梵蒂冈是目前台湾唯一的欧洲邦交国家，也是世界上少数的国中国，也是唯一的城中国。国中国还有2个吧，一个是 San Marino， 也是在意大利国境内，那另一个是赖索托，是在南非的中间。梵蒂冈过去呢，它是教皇的住所，在15世纪之后开始修建，到18世纪的时候就变成了博物馆。它里面其实除了一些神圣的文物以外呢，也有文艺复兴的作品。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过去曾经是教皇的住所，那当时的教皇很爱艺术品，所以呢，他就收罗了很多重要的作品，包含圣桑啊、雅典学院，还有很多的湿壁画。等下有机会可以带大家稍微看一下。那来到梵蒂冈有几个要先提醒大家的事情。第一个就是你不能穿无袖，还有短裤。有人是说不能背正背包，但我看官网上好像是没有这样写，所以大家如果要来的时候可以再进行一下 double check。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要记得买票，现在还是空的，因为今天非常的早。基本上有一排会是排的超级满，然后没有在动，那一排就是要现场买票的人。网络上买票的人就会看到他们明显的在移动。讲到这个呢，我这次买了一个超级无敌爆贵的门票，梵蒂冈的 VIP 票，我买了68欧元啊！等下可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有没有这个价值。那这68欧元呢，包含了美式早餐、入门的导览，还有我们可以提前入门，就不用跟大家人挤人，这个应该是蛮值得的啦。对，那今天除了来朝圣一下梵蒂冈以外，另一个目的呢，就是要来见一下我的大学教授。这位大学教授是一个刚果的神父。那我大概大学毕业之后就没有再见过他了，因为他那时候就直接被调来梵蒂冈了。哦，对，辅仁大学是目前唯一一个梵蒂冈直属的天主教大学，在台湾了。等一下有机会还可以带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外交馆，有一个中华民国的国旗。对，那接着就是要准备进梵蒂冈啦，旁边就是一个排队人潮啊。然后9点半的时候会吃早餐，早餐时间好像是45分钟，希望是一个好吃的早餐。拜拜。直接进来，我买的是那个提早入场的通关，所以就不需要在外面排队，就是要买导览的地方，应该是有免费的导览。Good morning. The guide is gone, Zachary. The guide is gone? Oh God, please no! It was at 7:30. 这边郑重的提醒一下大家，如果你有买导览票的话，票上的时间是导览时间，而不是入场时间。特别是因为进来之后还会需要过安检跟对票，所以请务必记得要提前15分钟进场。So I'll get the ticket for the breakfast first. Yeah, I'll give you the coupon for the breakfast. But when can I have breakfast? Now you can go to make the breakfast now with this coupon. Okay. And this one is your ticket. After the breakfast, you can go into the Vatican Museum and Assistant Travel. And you can visit on your own without the guide. Okay. This one is for you. Okay, thank you. You're welcome. Please come. Okay. Okay, thank you. No problem. 这就是象征着世界和平的球中球。我今天其实已经超级早出门了。梵蒂冈要价18欧的早餐，大家觉得有值得吗？还有水，那还有一个非常漂亮的风景。大家可以看到这边的雕像啊，很多都是没有男性某个特征的，就是因为在1857年的时候，皮乌斯9世他认为说男性的身体会引起人们的性欲，所以他就用凿子把这里面说男性的雕像的生殖器全部都砍掉。大家可以看到它右手臂跟左手臂的颜色其实有点不太一样，因为它其实不同的时间被挖出来的，然后右手臂后来才把它装上去。这个就是拉斐尔的湿壁画，
雅典学院更难输的应该就是毕达哥拉斯，就毕氏定理的那个，这个就是拉斐尔，这个就是亚历山大，中间就是柏拉图跟亚里士多德这两个，这个应该是苏格拉底。对，我能认出的就这些了。耶，这边四壁画呢，它是一种比较特别的书画方式，它好像在那个印还没有干掉之前去把它画出来，所以它可以保存比较久，但是就是要一次画完，这也是它最难的地方。我刚刚在介绍说，圣母理论上应该是个凡人，那她为什么可以成为耶稣的母亲？而且在梵二大公会议之后，就出现一个叫圣母无原罪日，那就是指说圣母她是没有原罪的。那关于圣母的地位，我有在另一支影片有介绍给大家，好，所以就可以看一下。好，那我刚刚已经逛了2圈梵蒂冈博物馆，因为除了有很多基督宗教的文物以外，它其实也有刚刚提到文艺复兴啊，还有来自各个宗教，包含佛教啊、埃及啊，或是很多古神话的东西。所以如果喜欢宗教的人，其实它非常适合来好好的体验一下，感受一下里面的神圣感，还有看一下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种的宗教这样子。好，那我接着要去圣伯多禄大教堂。那这个大教堂呢，其实它以前是可以从西斯丁直接穿过去，像自从疫情之后就没有开放了，所以等一下就是要去排队，可能要排1个半小时到2小时。等一下见，拜拜。这个就是圣殇，算是米开朗基罗的成名作品之一。它描绘的是耶稣从十字架上被卸下来之后，玛利亚怀抱着耶稣的画面。那在1972年的时候呢，就有一个匈牙利的男子冲到这个雕像前，就大喊说：“我是基督，我复活了！”然后他就用铁锤砸掉了玛利亚的左臂和鼻子。后来好像也花了蛮久的时间才修复完成。所以可以看到现在这里多了一个防弹玻璃，就是为了要防止有人再来破坏它。至于这位男子的后续呢，他在意大利的精神病院被关了2年之后，然后他就死掉了。然后现在刚好遇到他们12点有一个弥撒，只有信徒可以进去做弥撒，旅客就没有办法，回到这旁边观看。这应该就是要攻顶的那个顶，等一下看看有没有机会上去。这里叫做圣伯多禄大教堂，有人称它为圣彼得大教堂。那伯多禄是天主教用词，新教通常会叫彼得。那还有很多词，比如说梅瑟，新教会叫摩西。然后大家常听到的约翰，在天主教就叫若望；保禄，新教叫保罗。因为其实新教跟天主教的翻译文本是不太一样的，这也是为什么他们会有很多名称上的差异。好，那我们就看看可不可以去登顶了。在梵蒂冈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你只要走出任何一条线，你就不能再回头。所以看到出口不要急着出去，因为出去你就回不去了。给大家看一下，像这边圣彼得大教堂走出来之后，右手边其实就有一个出口。这个出口你走出去之后，你想要再回来，就是再拍一大圈。那边就有一个阿姨刚踏出1步而已，然后她想要回来，警卫就不让她回来了。所以如果要登顶的话，就要在这边等到1点。好险我刚刚有听到他们的对话，不然我也差点出去。好，那我是搭电梯上来，我觉得我今天就算蛮幸运的，后面有排太久啊，后面其实都超多人的，但是就是有一些小 tips， 等下可以分享给大家。上来的话，你可以走楼梯或者是搭电梯，搭电梯上来之后，然后还要走200多步吧，200多阶梯。纯走楼梯的话，大概是8块欧元。那如果你是有搭电梯再加走楼梯的话，会是10块欧元。好，那我们就一边上去咯。到，
10块钱的价值，好累。好，带大家看一下。好，整个景当然是蛮壮观、蛮漂亮。不过跟那个圣天使城堡其实看到的也蛮类似的，因为他们其实也都是看整个罗马的景，只是高度不同这样。然后蛮多人建议是要下午再来，特别是傍晚那个阳光洒下来的整个罗马会看起来特别漂亮。但是呢，今天天气其实没有很好，所以我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差。好，再晃一下都差不多要下去。刚从那边下来，现在呢要去找我的老师，在协和大道上。协和大道就是一整条都是大使馆的地方。哦，我看到了。哦，老师好，好久不见，老师要说嗨吗？嗨。我现在刚从最上面下来，后来又跑到那边。对啊，我刚刚看那个台湾国旗在斜对面。好。首先会有另外一个活动，所以蓝色蛮先。好，这个是甘地吗？对，德莱尔嘛，这个是保罗6世那个教宗，这边有一个这个英国的主教，圣公会的。对，圣公会的。然后这个是红衣主教嘛？对。红衣主教，对，就是这个应该可以算是在开始这个当位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人。所以这一层都是宗教对话的。对啊，这是 Pope right？他今天好像有出来的。对，所以你刚刚在的那个地方，应该是有看到过好多人。对对对，今天超多人的。这个是我们一般接待客人对住在这边。哦，看得到那个中华民国的干部。哦，是这个啊，这个哦，你有没有看到那个国旗呢？看到国旗。所以我讲斜对面就是这个。哦，这个办公室有许多人，他们觉得说我们有运气行业正好有这个空间可以出来走一走再回去。吃饱了吗？还没。我们要晚到那边去吃披萨吗？哦，看老师。今天跟教授吃完饭真的超开心的，太久没见到教授了。原本是有想要稍微访谈他一下啦，但是因为时间关系，他马上就有接着活动，所以只有在吃饭的时候跟他稍微聊一下。那教授在这边目前做的是宗教交谈，梵蒂冈的宗教交谈好像是1964年开始的吧。他们其实主要有2个宗旨，那第一个就是希望天主教可以正确的去认识其他宗教，那第二个当然就是希望其他宗教也可以正确的来认识天主教。那透过这个宗教交谈、宗教对话的机会呢，来达到彼此尊重，并且降低宗教冲突的效果嘛。所以像教授他其实有时候也会去不同的国家跟当地宗教的领袖去做对谈。那像接着好像要去泰国，那之前有来过台湾，在台湾的时候就是跟道教行天宫去做这个宗教对话这样子。对对对，那这部分呢是跟大家分享一些可能大家比较没有机会听过的宗教交谈的事情。最后呢就是要来总结一下我今天梵蒂冈的心得，68块的 VIP 票到底有没有值得？我们一个一个来说。第一个就是导览票嘛，没听到。QQ， 其实我后来有去看了一下那个票，它票是写7点半，但它其实没有写导览时间是7点半，所以当下其实我一直以为7点半是入场时间。所以提醒大家，如果你今天买的票是有导览的，它上面的时间就是导览时间了，所以你一定要提前进去，然后在那个时间才有办法听导览，否则的话就会跟我今天一样直接错过导览，心痛啊。好，但是也是学了一个教训，分享给大家。食物的部分我觉得非常赞，因为你很少机会可以在梵蒂冈里吃东西嘛。那它是在松果园那边，整个景就很漂亮，然后它的食物是一个 set， 也有一些 buffet 可以拿。那 buffet 其实没有太多啦，就是一些什么松饼啊、优果都蛮好吃，还有拿一杯水，超赞。我今天就是靠那杯水活下来的。最后是提前入场，我觉得提前入场绝对是非常值得的，因为我今天其实绕了2圈。那第一圈就是都没有人，可以一个人很认真的去享受这些作品。那我第2轮走的时候就是人挤人的那种，然后甚至有时候他可能就不给你拍照。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是一个对于艺术很热爱的人，或者是你很想要慢慢欣赏这些作品的话，我觉得你可以考虑去买提前入场的票。那提前入场的票比较贵，但就大家再斟酌看，不然你跟着人挤人，我觉得那个心情也不太好。所以这个 VIP 68块到底值不值得？扣掉导览的话，我觉得都是很值得的。如果有听导览的人，可以再分享一下，你觉得导览的服务怎么样子？是不是真的让你有效的吸收很多资讯？这样对。那再来就是圣彼得大教堂，那个它其实就没有在买票，所以你有钱没有用哈。那如果那一天天气好的话，我觉得可以认真考虑去登顶一下。然后如果你是想要登顶的人，你其实从那个大教堂走出来之后，右手边其实就可以看到告示牌。
就在那个高斯牌等。那它一门打开的时候，你就直接进去，你就会省下非常多时间。我也是一看到它一开，那我就跟着进去。我前面大概已经有30-40个人哦，但我后面就马上瞬间塞满了100-200个人。那登顶的话是8块钱或10块钱，8块钱是要走纯楼梯，那10块钱就是搭电梯上去，再走一小段楼梯。我是蛮建议就直接走10块钱啦，没有必要去梵蒂冈特别爬楼梯，因为这边的真的体力跟时间都是最宝贵的，所以我觉得花个2块欧元，让你好好的去看一下上面的美景，我觉得是蛮值得的。最后呢，除了登顶完的间，我还跟教授吃了一顿饭，也聊了一些关于宗教对话，还有一些关于梵蒂冈的日常等等，对啊，所以我觉得蛮棒的，今天真的是超开心的一天。没错，那我在梵蒂冈之旅也就到这边画上一个句点了。明天呢，一大早我就要飞阿尔巴尼亚了。之后的影片呢，会再想看有要拍什么，那会在阿尔巴尼亚或是其他国家再做记录。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也欢迎可以留言告诉我。不问不懂，不懂再问。我们下次见，拜拜。